起了杀心的张伟丽到底有多么残暴？一脚高扫，直接爆头，对手当场口吐白沫。这是一场让无数观众都无法忘怀的比赛。平日里一直都是谦逊形象的张伟丽，在这场比赛中展现出了充满恐怖压制力的残暴面貌。究竟发生了什么，能让张伟丽如此气愤？原来是这场比赛的对手自己主动找死。在赛前的发布会上，他竟口出狂言，叫嚣道：“中国 MMA 根本不是白俄罗斯 MMA 的对手，就连踢鞋的程度都不配。”还称要打断张伟丽的双腿，让张伟丽滚回去发传单，自己会成为新一代中国拳坛的统治者。如果张伟丽害怕了，那就当场跪下磕3个响头，他可以饶张伟丽不死。听到如此嚣张的话语，张伟丽怎么能坐得住？要知道，张伟丽现在不单单是国内女子格斗的代表，更是中国拳坛的领军人物。被对手如此污蔑与嘲讽，他必须做出强有力的回击，不能丢了中国拳坛的面子。好的，观众朋友们，本场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。左边的是蓝方选手莉莉亚·卡扎克，右边的是本场比赛的中锋选手张伟丽。这场比赛的话是一场3回合的大战，每回合3分钟。让我们来看一下这场比赛的精彩较量吧。张伟丽在赛前的发言也是非常坚定啊，充分的表达了自己这场比赛想要获胜的意愿。而对手的嚣张发言呢，也是和他的形象其实有点不太匹配。这位选手呢，名叫莉莉亚·卡扎克，刚才我们介绍过了，她的形象比较娇小依人，在白俄罗斯被叫做最美的女子格斗选手。美不美啊？咱们不先说，这个白俄罗斯人的审美可能和我们不一样，但是就他这个言论啊，我就非常的气愤。你作为一个外国来华的中国选手，来中国挣钱啊，你居然还放出如此狂言妄语，说实话，挨揍都是轻的。那这边更开局，张伟丽的打法非常的主动，顶膝，接着将对手放倒。我们能明显感受到这场比赛张伟丽的进攻性非常的高。现在上位的压制，将对手压在身下，这个位置看一下张伟丽能不能打砸拳，架住对手，对手双腿夹住张伟丽，这是一个地面的缠斗，双腿架在这里呢，让张伟丽不好起身。双方正在僵持当中，张伟丽右手砸击，虽然这个位置没办法弓起腰来打砸拳，但是可以用右手重击去找一些小角度啊进行切入。方被下位的时候，但是张伟丽的手臂啊，现在是被对方控制住了，抽出来一只手。在这个空间下，其实下位的选手可以布置手臂十字箍的。对。当然这得还得是配合虾形和身体的移动。我相信张伟丽应该不会这么简单的就给到他来做。好，这个封闭式的防守呢，确实是做的比较严，双方这个蓝方选手大控打比较严。我们看到张伟丽已经把右腿再往里挤进来，想做一个过来，强力的就这么过了。张伟丽确实这个力量素质，力量很有力，但是呢，对方呢还是要不他一条腿啊，已经出来了，侧位控制，砸击，肘击。张伟丽右手砸肘，这个位置的话是起来了，没有对手的腰部限制，可以随意的在上位进行砸拳。这2拳打下去啊，对手吓得赶忙转身来规避张伟丽的进攻。现在是一个7成位，张伟丽在背部还是能用右手进攻，看一下能不能打裸脚。来了，张伟丽这个位置是绞住了对手的头部，对手用一只胳膊抵在中间，两人在地面的裸脚进行拉扯，张伟丽右手重击再打。这个位置是有机会进行裸脚的布置的，张伟丽继续加力。好的，又是一波正面的翻转，张伟丽上位再次砸拳，右手重击再打脖子，两人在不断的拉扯变换中。这一场比赛的地面交战啊，开局就非常的复杂，而张伟丽的进攻也一直没有停滞过。再从背后裸脚，这个位置还是想来裸脚的，再次布置到地面，张伟丽撑起了一个半腰身位，对手用双腿撑地，这个位置的话不给张伟丽完全锁住自己腿的机会。虽然这位选手嘴很臭啊，但技术是挺到位的，这一波防锁做得很好，让张伟丽没办法完全绞住他的双腿。
夹住啊，夹住，先控制，别着急，先控制它。哎，漂亮漂亮，先控制啊。还有2分钟。两人在地面的缠斗可谓是旷日持久啊！这第一回合大部分时间都在地面进行互攻，而张伟丽已经是第3次尝试裸绞了。这个位置还是比较难啊，将对手绞死。但我们能看到，对手莉莉娅的左腿已经是被踢得淤青，已经被踢到发紫了。张伟丽还是在想布置，对手又一次挣脱。好的，铃声敲响，让我们进入第2回合。好的，观众朋友们，比赛进入第2回合，由张伟丽对阵莉莉娅。那么在上一回合的末尾中，我们能看到张伟丽其实在地面的缠斗啊，有点难以成型。我觉得不如在这回合中啊，就专注于去打站立。我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两人在正面又一次的换拳，张伟丽将对手低扫扫倒之后，上位的压制。这个位置的话，再来一个砸肘，还是想在地面去拿一些攻势的。张伟丽又一次和对手开始了新一轮的地面缠斗，但我想经过上一回合间歇阶段的调整，张伟丽在这回合的进攻目标肯定会有所转变的，应该不会再以主要去裸绞对手为主要进攻了，应该就是在这里看能不能打一个 TKO， 或者说去将对手打出一个 KO， 以这样的一个方式去获得积分，获得胜势。张伟丽抽出左手再打一拳，上位砸击，这个位置撑起自己的上半身，再来右手的砸肘。目前看起来张伟丽的压制力是非常的恐怖，即便说还没有打出裸绞，但整场比赛的节奏已经捏在张伟丽的手中了。再次砸手，哎呦，这一拳是结结实实打到面部，看起来非常的恐怖。而对手呢，想要来一个十字固，想抓张伟丽的胳膊，但没抓到啊，这个只是抓住了张伟丽的手臂，没啥用。张伟丽力量太大了，将对手抱起之后直接砸散了对手的结翼。张伟丽趴在对手身上，看一下下一步的进攻。还有很多经典战例，比如说我们经常见到前 UFC 重量级冠军昆汀杰克逊，就是狼人，对，就会把有一个经典的例子，就是把对方整个的高高举起，然后摔在地上，把对方砸倒，对，直接砸晕对手。其实，在下位的时候，这种封闭式防守可以很方便的配合虾形啊，对，配合双腿的控制对手啊，做地面的 armbar 的转换，也可以在往上位的移动去控制对手的这个颈部做三角脚。三角脚的时候呢，还能做除了脚之外呢，颈部之外呢，还能转化成肩部啊，转化成手臂的锁击，对，都是可以做的。我们看到蓝方莉莉娅的脑门上，刚才被张伟丽那一个狠狠的肘击啊，对，很明显的是肘尖砸到了这个额头上。对，现在呢是这个莉莉娅的双腿大扣是拉住了。张伟丽抽出自己的右手，再来调转身位，看一下这个角度，左肘又是砸出一肘。连续砸肘，哦呦，3发、4发、5发、6发，这种连续的砸肘有点太过于恐怖了，难以想象的强度。张伟丽继续砸肘，这场比赛已经连轰了30多肘了，继续保持一个高强度的压制。这个莉莉娅还真的是抗揍。被张伟丽轰了这么多肘，愣是能挺下来。不过我们也能感受到对手面部的血色已经是变得非常的糟糕啊，整个人的头部已经发紫了，完全没有了血色，没有了生机，现在只是在无谓的抵抗。看张伟丽能不能来关键的一击。好，那么裁判叫停了两人的地面，接下来回到站立，因为在地面缠斗过久了，裁判叫停，重新在站立开始。我们来看一下张伟丽这绝世一踢什么时候来？正面换拳，有攻，对手是近身的拉扯，张伟丽顶膝。
张伟丽的眼神非常坚定，紧盯着对手，正在寻找合适的机会，继父再打。左摆，高扫漂亮，这一踢直接高扫爆头，对手被当场 KO 倒地。我们能看到莉迪亚卡扎克整个人昏死在擂台之上，张伟丽已经开始庆祝胜利了。确实，这一腿非常的精准，稳准狠，一腿爆头。张伟丽的打法真的是让人直呼过瘾。再看对手这边，已经进入了抢救阶段啊，整个人是口吐白沫，昏迷不醒。医务人员吓坏了啊，赶快进行现场的抢救啊！终于是让他睁开了双眼，但我们能看到他的脑门上已经鼓起了大包，让我想起了张伟丽打乔安娜那场比赛，也是鼓起了大包，真的是非常的形象，非常的搞笑。让我们恭喜张伟丽拿下本场比赛的胜利。对于这种嚣张的选手，就该这么狠狠的打。